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情说频道。朋友们在电视或书籍中一定听过或看到过关于桀纣这个形容武道昏君的词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夏桀的故事。欢迎朋友们点击订阅支持，再按下小铃铛，谢谢。夏朝的帝发去世，儿子帝吕逵被立为帝，他就是夏桀。夏桀统治的时候，从孔甲以来，很多诸侯都背叛了夏朝。夏桀不仅不修德，反而动用武力暴虐，伤害贵族百官，百官和贵族无法忍受。夏桀召商汤来，把他囚禁在下台这个地方，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又把他给放回去了。夏桀荒淫无道，推行暴虐严酷的统治政策。这时，诸侯之一的昆武氏作乱反叛。商汤有征伐不服从天子命令的诸侯的权利。商汤集结了军队和诸侯，亲自拿着大斧指挥军队讨伐昆武，紧接着又攻打夏桀。商汤说：“来啊，你们大家都来听我说，并不是我个人胆敢发动叛乱，而是因为夏朝罪恶太多。我听你们众人说过，夏氏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伐。现在夏朝的罪恶太多了，已经盈满了，是上天的命令，让我去消灭夏朝。现在你们众人心里说，我的君王不连续我们众人，让我们放下架强农事而去打仗。你们可能还会说，夏朝有罪，但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能做什么呢？夏王耗尽了人民的力量，夺尽了夏国众民的财富，夏国的人民都消极怠慢懒惰，互相怨恨而不和睦。他们说，这个日头啊，何时消失？我们宁愿和你同时灭亡。夏朝的德行已经至此，现在我必须前往讨伐，你们还是随我去实行上天对夏朝的惩罚吧。我会大大的奖赏你们，你们不要不信，我是绝不会食言的。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这些誓言，我就会惩罚你们，没有赦免。商汤把这些话告知令师，写了汤氏。此后，商汤说，我非常勇武，因此他自号武王。商汤与夏桀交战，夏桀在有容的古都失利，夏桀逃跑到了明条，夏朝的军队战败了。商汤讨伐三国，商汤讨伐三尧国，俘获了他们的宝玉。义伯、仲伯写了典宝。商汤战胜夏朝之后，要迁移夏朝的社稷，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就写了夏社。夏桀行了许多罪恶之事，商汤要将他流放到远方。为了惩前毖后，商汤将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商汤即将流放夏桀到荒野的时候，他住在野外，夏国的朝野之士和平民百姓听说之后，都撇下了财产，扶老携幼的来投奔了他，要和他一起走，以至于整个国都都变得空空荡荡的。夏桀请求商汤说，国之所以成为国，是因为先有家才有国，家之所以成为家，是因为先有人才有家。现在我的国中没有了家，也没有了人，而你有了人，
请让我把我所拥有的都交给你吧。”商汤说：“不能这样。从前帝禹制定道德法度，明明白白的指示全国人民共同实行，严格遵守。如今身为君王的你，却使这些道德荡然无存，政事大遭破坏，臣民百姓迷惑不堪，手足无措。我只是在帮助君王你，使他们重新遵行道德和法度。”夏朝的臣民无奈地重新回到夏桀那里，对他说：“商汤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去填补那里百姓数量上的缺乏，何必再更换君王呢？”夏桀与他手下的500人向南迁徙了1000里之遥，在一个名叫不齐的地方停了下来。当地的民众去往商汤所驻扎的野外投奔他。夏桀再次请求商汤说：“国家归你了。”商汤回答说：“不可以啊，等我再替君王你劝说他们。”不齐的百姓回到家乡，又请求夏桀将国家让与商汤。夏桀与他的臣属500余人迁到了鲁地，鲁地的臣民百姓也去投奔了商汤。夏桀向商汤恳求说：“我在哪里都被视作外人，国家还是归你所有吧。常言道，只有人家认为我的道理是正确的，我才能继续实行。百姓都不再跟从我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商汤答道：“这些都是君王的臣民百姓，你怎能抛弃他们呢？”商汤无法阻止夏桀坚决将统治国家的责任推让给自己，便说：“想追随国君的就追随国君，想跟从我的就跟从我。”夏桀与其他500人去往南朝定居。商汤放逐了夏桀之后，在亳地召集了3000诸侯举行大会。商汤取来了天子印玺，放在天子之位的左边，退下行再拜之礼，然后回到诸侯的位次上。商汤对众诸侯说：“这是天子之位，有道之人可以坐上去。天下不是一家所独有的，而是有道之人所有的。因此天下只有有道之人才能治理，只有有道之人才能维系，只有有道之人才配长久的担当天子之职啊！”商汤因此再三的谦让，3000个诸侯没有谁敢上去继天子之位的。然后商汤才登上天子之位。他与诸侯们立下誓言：阴胜阳叫做变，如果变了，上天就不佑助；雌胜雄就叫做乱，如果乱了，人民就不实行。所以诸侯治理封国，在于诸侯的大夫们对封国的治理与对诸侯的顺从。商汤修心养德，诸侯都归附了商汤。商汤率领众军讨伐夏桀，夏桀逃到明条，被放逐而死。夏桀曾对人说：“我真后悔没在下台把商汤杀死，让自己落得这么个下场。”商汤因此登上了天子之位，代替了夏朝，使天下朝贡。商汤将夏朝的宗室后代分封为诸侯。后来到了周朝的时候，夏朝的宗室后代被分封于杞，就是杞国。士秦言，士秦认为夏桀曾对人说：“我真后悔没在下台把商汤杀死，让自己落得这么个下场。”如果按照他的想法，当时真的把商汤杀死在下台，那么
他的天下就不会失去了吗？如果夏桀不思修心养德，团结百官，即使是杀死了这个汤，还会出现那个汤；即使没有这个人反对他，还会有那个人反对他。所以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夏桀没有修树自己的身心，并努力地赢得人们的支持，这才是他最应该后悔的地方啊。好，今天的内容就先为大家说到这里，下期我们再见，谢谢。